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号召开记者会，正式宣布不参加下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。这也意味着他将近3年的首相生涯即将完结。岸田做出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谁又将接棒成为新任首相呢？その際、自民党が変わることを示す最も分かりやすい最初の一歩は、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あります。私は来る総裁選には出馬いたしません。14号上午的记者会上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自民党派系收回扣事件表示，作为最高领导者，必须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。私が身を引くことでけじめをつけ、総裁選に向かっ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。去年底，自民党爆出黑金丑闻，多个派阀向麾下国会议员下达政治筹款派对券的销售指标，所售超标部分所得资金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，且不计入收支报告，从而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。今年4月，自民党对39名涉事者进行党纪处分，岸田原先领导的派阀同样牵涉此次黑金丑闻，但岸田本人当时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，引发广泛质疑。日本7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，基层日本民众不希望岸田文雄连任首相，超80%民众认为他作为自民党总裁，未就本党黑金丑闻负起责任。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指出，岸田此次宣布退选，其突然性不至于日本政坛发生的一场地震。他认为，岸田选择激流勇退，表面上看是为自民党黑金丑闻承担政治责任，实际上是由于他此前在处理该丑闻时的诸多决定，打破了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后，不得不吃下的无奈苦果。那么一方面，他是彻底打破对党内拥有近100人的原第一大派阀安倍派的政治架构，那么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岸田茂木麻生3人领导体制，造成了麻生和茂木的强烈不满，由此事实上难以获得连任总裁选举的支持。那么再加上岸田推出的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，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那么广大老百姓并没有感到经济好转后生活好转的实惠，因此岸田退选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内外交困、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。谁将接棒岸田也成了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。岸田宣布退选后，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第一时间表态称，如果能集齐参选所需的20名推荐人，将担起责任，为参选加紧准备。外界认为，这表明他已事实上表态参加总裁选举。日本民调显示，石破茂当前以26.2%的支持率位居首位。与岸田同岁的石破茂曾任防卫大臣、农林水产大臣、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。石破茂曾4次竞选自民党党魁均落败，但他在自民党基层组织中人气很高。无论是政治资历还是国内舆论来看，对石破茂都非常有利。但在自民党参众议员内的党内的支持度，石破茂并不高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因为他是已故原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对手，因此呢，也一直受到安倍派和他的政治盟友麻生派的打压，所以呢，他在党内难以形成他的一个领导气候。日本数字大臣河野太郎上月底也向副总裁麻生太郎表达了参选意愿。1963年出生的河野太郎同样来自政治世家，父亲河野洋平、祖父河野一郎都是日本政坛的知华派。河野洋平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，曾于1993年就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著名的河野谈话，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、中国等地强征当地妇女的暴行，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。该谈话随后也被视为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。河野太郎本人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，英语流利，擅长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交流。2017年至2020年间，曾分别担任外务大臣、防卫大臣。2021年，河野太郎参与角逐首相之位，结果败给现任首相岸田文雄。但河野太郎对历史问题的立场与其家族不同，更加激进。担任防卫相期间，他也主张强化日本防卫能力，重新审视国家安保战略等。日前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敲定2025年财政预算案。
其中防务预算创历史新高。即便如此，有美国智库还发文渲染称，台当局的防卫预算不足，强硬要求这一数字应达到台湾地区 GDP 的5%。对台军售连年增加的美国打的什么算盘？在赖清德当局公布2025年度巨额防务预算后，岛内怨声一片，认为举债来支持预算的状况越来越严重。然而，美国却并不满足。多名美国人士连续炒作所谓台湾的防卫开支不足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·萨克斯9号在该智库发表的一篇文章中，直接批评6%的防务费增幅不足以缓解外界对台湾是否竭尽所能抵御大陆的担忧。他还列出了具体的标准，即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应提高到 GDP 的5%。如今，台湾的防卫开支已等同于 GDP 的2.5%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上个月也提到5%这一数字。如果按照美方指定的占 GDP 5%来规划军费，相当于台当局1年的公务预算的一半都要拿来打仗。那就不是增加5%喽，是要再增加100%才够。而且付了钱买美国指定台湾得买的武器，美国收了钱，武器却不交货。美国现在拖欠台湾的军购项目还有高达200亿美元，也就是因为一面倒向美国，给了钱货不来，台湾还不能抗议。这下美国不是慈善事业，台湾倒像是慈善事业了。那更重要的是，你付了几百亿美金的钱给美国，台湾的安全处境却更危险。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因为破坏了两岸关系。有岛内民代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美国变着法子来表达对台湾的不满，就是要逼迫民进党当局提升预算，来给美国交保护费。不管谁当美国总统，都会逼台湾买更多的武器。为了要让台湾呢继续的买武器，他会做的就是让台湾呢越来越觉得很不安、很不安全。如果你要我保护你台湾，那你就要付保护费啊。买美国的武器是不是就一定有安全？未必。可是你要付更多钱。还有观察指出，花更多钱在军费上，意味着民生福祉领域的投入会越来越少，相当于民进党帮着美国人从台湾老百姓的口袋里掏钱。民进党上来以后，其实军费上都是逐年在增加，而且大幅度的增加。这样下去，如果我们问有没有效果，效果就问台湾人民有没有觉得更安全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两岸关系变坏了，所以你两岸关系坏，战争的可能性、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。那你买多少武器，其实都不会增加你的安全感。但是你都听美国人的话，不断的买武器，加入美国的围堵的这个工作的时候，请问你两岸关系如何改善？